一般的散戶做股票，因為沒有依據嘛，你不知道真的會變嗎？還是假的騙我嘛？可是我們用技術分析在那一天就會看出來，我的趨勢已經，這時候你就要提高警覺。你知道，在那個7月的時候啊，股市的大跌，我們都以為鬼月先來了，還好有這樣彈上去。對，到底接下來後市會怎麼發展呢？所以我們今天呢邀請到好久不見的朱家泓老師，老師你好。你好，你好。還有第一次見面的林穎老師，你好。兩位老師好。是，要請教上校啊，这個7月17號這一天這個我們台股迎來這個史上最大的跌幅，將近3000點呢。是，對啊。可是我聽說兩位老師有看到訊號先跑掉了，還沒有跟我們講這件事情，我還蠻耿於懷的啦，對不對？到底有什麼關鍵的訊號讓大家提前布局呢？對，我們在技術分析的圖上就可以抓到這個訊號。因為如果你用猜的就很難猜是今天呢還是明天。可是技術分析卻很明確會告訴我們這個趨勢已經改變了。那我們做股票大家都知道趨勢最重要嘛，如果你做錯方向，這不可能賺錢嘛，其實不是7月17號，是7月7號這一天。也就是說，我們有錢可以買到早知道。所以7月10天就知道了。对啊，因為我可以早點知道，因為這根黑 K 跌下的時候，我的趨勢改變了。主持人以前就訪問過嘛，多頭是要頭高嘛。對呀。所以7月7號你就會發現是頭低啊。頭低了。對，那頭低的時候就代表趨勢已經進到盤整了，這時候你的股票就不好做了。因為盤整就是上下震盪嘛，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做股票的人就要開始做減碼的動作。本來你抱的一缸子的股票，甚至於 all in 啊什麼，這時候你應該要開始減了要把資金收回來。那為什麼？因為你趨勢改變，就有可能變空了。如果它多頭不變，就不會變空嘛。是。可是它現在多頭進到盤整了，這時候你就要提高警覺。那7月17號剛才主持人講的這一根長黑3-4千點它只是把趨勢確認變成空頭了它已經變空。所以我們想想看，7月17號到今天將近1個月了今天8月10號了嘛大概也快要1個月。那這1個月如果你看懂的趨勢都離開的話，那你根本就可以去遊山玩水啦，或出國1個月。是。然後回來又開始賺錢。這就是我希望大家這個一般的散戶做股票，因為沒有依據嘛，你不知道真的會變嗎？還是假的騙我嘛？可是我們用技術分析在那一天就會看出來，我的趨勢已經進到盤整。老師，但是暴跌之後又暴漲還記得7月31號那一天，台股就暴漲3100多點這樣。然後這一根紅 K 呢，有人就說哇看到買點啦，但是有人就說看到逃命波。所以老師你怎麼看現在的大盤？好，那我們剛剛也有講這個趨勢是空頭，那空頭裡面就跟我們多頭漲多了也會跌嘛。對，這你漲也會跌3天嘛。那這個時候因為趨勢的關係，這是多頭，所以這個跌你就不用緊張，因為這叫回檔修正。可是這是空頭那空頭就會反彈。它這個一跌，這個也漲2-3千點那這個漲得更多。對，可是呢，這個都叫反彈。是，所以在空頭裡面的反彈呢，基本上我們是不可以去做的那至於什麼叫逃命波，其實這個解釋有一點錯誤啦。什麼叫逃命波？逃命波是你抱了一隻多單股票，那你沒有賣。可是呢，現在有反彈的機會，那你應該要走，那這個叫逃命波。可是現在這個不叫逃命波，現在因為你早就被套牢了。是如果你在最上面這個我們講這個高點，你買得好高興，然後你現在只是在等解套，基本上不叫逃命波我們的逃命波在我們的技術分析上有一定的定義，因為我們做技術分析，主持人都知道，有人做長線嘛有人做短線嘛。可是我們技術面做短線就守5日均線這是最短的1個禮拜嘛那做長線的我一般就守20日，守月線嘛。那我現在就很清楚我這個跌破5均，短線是不是走了？对。可是我長線沒有走因為我長線在守20。那如果你做長線的人，你還抱到趨勢改變，那你現在變空，所以這一段叫逃命波，因為你的趨勢已經改了，你要趕快走了。所以逃命波在很早之前就已經發生了。对，所以這個逃命波是指做長線的人，因為他一直抱，他都不賣嘛。可是這個時候你趨勢改了，你要趕快走了，因為你不走你在底下賺的現在都還回來了。
你長線也賺不到錢。是，可是我們現在這個叫做跌深的反彈，跌深的反彈只是看你有沒有機會解套啦，可能被套的時間可能還要一段，因為它只是反彈嘛，還沒有我們講的那個底高頭高，所以大盤現在還不是多頭。現在在打底嗎？對，還沒有打底。你沒有打底哦，因為空頭反彈它沒有底高啊，要有底高才叫打底啊，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大盤它雖然沒有打底但是呢，我們可以技術分析是可以做預測嘛，那預測準不準，那就根據當下的它的表現嘛。那如果這次下來這個最低點沒有破的話，那就代表底高了，那就在打底了。是，所以我們用同樣的這個理念邏輯去看剛才多頭是沒有過高，所以叫做頭，那空頭沒有破底才叫打底。是，所以現在還沒有打底。那另外想要请教林老師听說你在买賣股票有這個4大金剛的心法，那可不可以幫我們把這波反彈解析的比較具體一點？這樣好。團隊最近給哲青看了一個數字，我覺得相當的驚人超過70%的你其實還沒有按訂閱。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歡我們節目的話，現在我們來按下訂閱吧。按下訂閱對你來說是免費的，但對整個下班經濟學團隊來說，有你的支持跟訂閱是這個節目能不能繼續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關鍵。其實4大金剛是朱家驊老師獨創的，他把技術分析把它拆解成各大金剛。但是你要進場之前，你要把4大金剛結合起來，才能夠做進場。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聰明且厲害的一個操作方法，而且它是學得會的。那我們如果就這一波的大盤，我們來拆解一下，在我們的4大金剛的操作裡面，我先講一下，我們有4個重要的操作。第一個就是研判趨勢，研判趨勢，對，趨勢多頭我才能夠做多，空頭我就做空，那不多不空我就不操作，所以這很明確。第二個就是我們的 K 棒。K 棒是技術分析之母嘛 ，K 棒很強，長紅棒我就知道，哎呦，感覺好像多方來了。像空頭反彈，如果紅 K 很強，我就不能做空了。那多頭回檔，如果黑 K 很長，比如說像這個黑 K 很長，那我就不要做多了。那我覺得這很明確。第三個就是均線，因為均線在我們的操作裡面叫平均成本線。那平均成本，比如說20天的平均成本就叫20日均線。那股價如果在20均之上，就代表我1個月買的人都賺錢了。那這代表大盤已經回頭往上走了。第4個是成交量。好了，那我們把我剛剛講的4大金剛，我們把它放在這張圖形上面，很明顯的我們就知道這一段是空頭下跌，因為剛剛老師有講嘛，頭低底低，所以這是空頭下跌。但這個空頭反彈了，所以空頭反彈在4大金剛趨勢的研判上，它還是反彈。但反彈的力道強或弱，就決定後面容不容易打底。那我們的股票很強啊，為什麼很強？4大金剛的第2大金剛就是 K 棒。那你看 K 棒長紅，所以我們都知道跌到這個地方這個最低點在這個地方4萬點這個整數關卡，市場上一片哀嚎。為什麼？很多人融資斷頭斷在這個地方。對，你看事實又出現一次了。上次融資斷頭在川普那次，2025年4月的關稅，對，斷了一波之後，但這一波我們的融資沒有跌到130維持率，那是誰斷頭？高檔買的人自行斷頭，因為你買到很高價。那斷頭下來呢，這個地方出現的止跌的 K 棒，最重要關鍵就是這個長紅棒。我們剛剛講的嘛，趨勢反彈出大量長紅，那就代表長紅棒代表多方來了，所以空方力道減弱，多方力道慢慢轉強了。第3步就是看我們的均線，那這個轉強之後站到20日均線之上，那剛剛有提到20日均線就是20天的平均成本，那我的股價如果站到20天的平均成本之上，代表20天買的人都賺錢了。哎呦，這個本來空方力道很強，怎麼會突然2-3天之後20天買的人都賺錢了？那就代表多方力道在短時間之內快速的把行情扭轉往上。所以我們結合這4大金剛把它綜合研判，現在就是空頭強力反彈，那還沒有打底啊，所以只要一隻腳出來之後，後面就轉成多頭了。是，對。那老師，我們再來看一下大家都最喜歡討論的台積電剛剛提到說7月底那一天31號那一天就大漲嘛，那天台積電是鎖在2425這樣子，那後來到8月3號那天跌破月線，然後8月4號再跌這樣子。那雖然說現在即便有反彈的話，可能還沒有止穩，所以想要請教兩位怎麼來看現在台積電的這個操作。好，其實我們技術分析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啦，
就是你看什麼都一樣。你如果今天把台積電折起來，我這張圖講法是一樣的。你換另外一隻股票，技術面也是這樣解釋啊。那台積電，我們剛才有講大盤吧，所以你用剛才的方式套到台積電上，所以你知道台積電的頭低在哪裡？所以頭低在這裡啊，是不是這個最高點沒過嘛？所以台積電在這一天的以後，基本上是不能做多了。因為它已經不是多頭了，所以你看你已經避開很久了。那如果你買在這，現在當然還是在等解套，還差一點點啊，快要解套了哈。所以就技術面來，台積電呢在這裡啊也是走了一段空頭。那在那一天大盤強力反彈，所以它也留了一個跳空缺口，也是反彈，但是它還是沒有過前面這個高點。所以它目前還是頭低。那這兩天呢，這裡有個小紅 K， 台積電跟大盤不一樣哦，它打底了。這個紅 K 是不是底高？對。可是它沒有頭高啊，對。所以它是打底。它打底的盤整，所以這才是真正的盤整。對，這個打底了。那如果你要做，很簡單，你把這個紅 K 畫一條線，因為這是壓力嘛，這個一過就頭高了。所以是畫它的天花板，是畫它的地板。紅 K 的最高點因為最高點過，我的高點就比你高了嘛，那就變頭高。所以台積電倒還比大盤可能反轉的速度要快一點，是因為大盤還要沒有第二隻腳，它已經有了所以台積電呢，如果過紅 K 的最高點，它就轉多了，所以趨勢的改變其實就像剛才講的，我們四大金剛第一部分就是在教趨勢，你把趨勢先分別，先論清楚哈。那台積電這個呢，剛才有聊到了哈，因為台積電這股票很特殊。它不是一般的股票，大家都知道啊，它是全世界都要關注的股票哈，所以它的波動啊，全世界都在看，不是只有我們台灣的股民在看啊。那再來還有，我在這邊提供一個觀念哈，因為有人說台積電哇，我買在最高點，現在還在賠錢，怎麼辦？要不要賣？所以你如果去買台積電，我講過，很多人買台積電是為了要存股的，甚至於買零股，我只要有錢就買一點買一點。那如果你是這樣的投資理念的話，那基本上漲跌你就不必太去介意了。對，你本來就是一直買擺在那邊嘛。那當然你有買到高點，你也有買到低點啊。所以你就不要介意說它漲跌。可是如果我們是做技術分析的，技術分析就不一樣了，因為技術分析有一個最重要的觀念，大家一定要了解，就是要賺價差的。所以你不賣就沒有了，它就回來了。所以如果你是做技術分析，你是要賺股市裡面賺價差，就是我要高賣低買，高賣低賣，那你就要會技術分析了，因為不然你不知道在哪賣，也不知道在哪買。所以如果你買台積電的人做價差的，那你就要等它完成多頭再進來，然後漲個2-3天就有價差了嘛。所以我先把台積電呢跟我們的技術分析在投資理念上給大家做一個說明，是吧？對，還有另外一隻股票，其實台灣的這個股民現在也開始用力關注的就是信華信華。對，那信華其實我覺得買零股的多了對了，真的。那如果用同樣的概念，我們上去來看的話，因為它其實它看起來它的趨勢也算是很明顯，对，不一樣哦。老師你怎麼看呢？如果我們用剛剛的四大金剛的研判嘛，它其實這邊就是底高了。兩隻腳在這兒了，是。那這個紅 K 把前高給過了，這個地方已經是多頭確認，是。因為這邊有個小小的紅 K 棒把前高突破了，但我們如果結合四大金剛來看的話，第一個我們看的是趨勢，第二個看的是 K 棒。那我們仔細觀察一下，這兩根 K 棒看起來條件好像沒那麼好。你要做多，至少有個長紅棒，誠意要展現出來嘛。但這個是黑 K，又是變盤線，所以代表今天是多，但是多方力道沒有很強。所以這樣子的進場位置，在我們來看，好像條件就沒有很好。所以有時候我們在這種位置，我們不會進場。那不會進場也不用擔心啊，因為只要這隻股票會漲，你隨時等回後買上漲，你都可以隨時進場。所以如果單就這隻股票的狀況，四大金剛來看的話，它確實有符合可以買的條件。因為第一個它多頭，第二個呢，它又把前高給過，股價又在月線之上，量也還不錯哦，但少了一個條件就是 K 棒。K 棒條件不好，所以這個位置我們比較不會去做進場，那就等下次啦。上漲之後我們就回後買上漲，
依然可以賺到他的錢。是，只是以後的成本會高一點點，會高一點，對。但是你賺錢的幾率會比較高，會更高，因為大家都想買低點，那為什麼買低點容易失敗？買低點就告訴你市場上的這個多頭的力量還沒有來，可是你就先買了，那萬一多頭過幾天才來，那你可能就已經先下去了。所以我們為什麼技術分析裡面確認這件事很重要？那可不可以請兩位老師用技術分析的角度幫我們點名一下最近幾檔正在反彈的股票哦，到底它是這個空頭反彈還是多頭回檔，可以去進場這樣子？我們現在趨勢是空吧？可是很多人想說，哇，今天大漲可不可以買？如果你在空頭裡面大漲買，那叫強反彈。第一個，你先確認你是在做逆勢，你不是在順着多頭做。也是空頭裡面強反彈，那空頭裡面強反彈本身在我們來講就不符合了嘛，我們要順勢嘛。可是你要去搶的話，所以我們要有很嚴謹的條件，你才搶到啊，不然你搶不到啊。你今天講明天就跌，你不就是要賠？對啊，你馬上就要賠錢嘛。所以呢，我們在空頭強反彈呢，有4個很重要的條件。那第一個，前面一定要連續的跌，就像這樣跌，連續大跌哦。那第二個，下面一定要爆個量，這個量很清楚啊，你也不用比較，你一看就知道爆了一根超級大量。那這個大量來的就有原因了，為什麼在最低點跑出這麼多大量？那大量在當天來講就是很多人買，可是同樣也有很多人賣哦。為什麼最低點也有多人賣股票，但是有人接走了？好，這個時候就來確認會不會反彈。所以有一個止跌，不能再往下跌了。你不能出了大量再跌啊，再跌是不是昨天買的人就賠錢？對，賣的人就跑掉了嘛。所以我們第二天就可以確認這個量到底是買的人對了還是賣的人對了。所以第二天我們就要有一個止跌的訊號，其實這個變盤線也叫止跌訊號。最後要確認了你是不是會反彈，所以要有個紅 K 過高，所以紅 K 一上來，這個就可以搶反彈。所以強反彈，你這個4個步驟全部合的時候，紅 K 過高，那個叫確認。所以那個地方你才能夠出手，你不能說，哎，我有看了跌停，我趕快買，就明天又跌停，對不對哈？所以你還要爆量，還要止跌，看到紅 K 過高，這個位置才是我們技術分析強反彈的位置。那我想我也利用下面這一檔股票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哦。那其實這支股票也誠如剛剛朱老師講，這邊是出現連續急跌的狀況，所以我們來複習一下強反彈的4要件。第一個要件就是連續急跌，所以這段有算連續急跌，而這跌很多它從大概將近800多跌到將近500，所以跌幅相當的大，所以這段有符合連續急跌。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強反彈要有低階的大量出來，叫做強反彈量，所以這個紅 K 反彈有符合，這個紅 K 止跌。有大量的止跌，所以這個叫做大量止跌的這個訊號。那麼這個比剛剛那只股票還要強，因為剛剛的股票是大量黑 K， 這檔股票還大量紅 K， 那紅 K 代表買的力道更強，所以它已經有符合急跌、大量止跌，那就差一個啦，叫做過止跌 K 棒的高點。那我們看隔天是漲停板，看起來是買不到，只能買到這一根漲停。那這主力算很凶狠的哦，他根本讓你連追都追不上。你看他連續急漲上去哦，所以勇敢一點的就第二天追，因為第二天是漲停板嘛，第二天有符合強力反彈。那如果你第二天追之後，哇，這支股票真的很棒，一直漲到這2天為止都還在維持在高檔，對，所以就是強反彈的一個條件。老師，那我還想問，如果說強反彈之後啊，那這個股票它又跌的話，我們應該要怎麼去操作？好，我想強反彈顧名思義就是不是多頭。不是多頭的話，我們就是操作逆勢單。所以如果我們操作逆勢單，最重要就是先跑先贏。所以我們強反彈之後，假設沒賺錢，後面股價倒跌的話，大概我們會有停損機制，大概會3到5%左右。3到5%。對，比如說我進場是1000塊，假設，那我的停損就會守大概1000塊乘以0.97嘛，大概是970塊。只要後面股價跌破，一收盤跌破970，我就立刻出場，不能戀戰。不要說啊，好可惜哦，昨天才買，今天就賣，因為你做的是逆勢單，所以你要跑得比別人更快。是，對。好，那還有一個就是，那我搶到哪裡才賣？這個你看這一彈就4成哦。對。那我到底要抱到什麼時候？那我萬一賣掉它彈1倍怎麼辦？對啊，對。所以你搶反彈，剛才有講是逆勢，所以就很簡單，只要它股價不漲，
今天漲，明天漲，後天黑 K 跌的，不漲就是把昨天的 K 線跌破了嘛，你就趕快離開，賺多少算多少，老天爺這次給你4成，你就賺4成，給你2成，你就賺2成，因為你是做力士，這已經很厲害了，在力士還可以賺錢，這已經很厲害了。對，老師呢，你要來分享一個重要的資訊，對不对？因為其實大家都想去學技術分析，到底要怎麼樣才比較好呢？因為技術分析它的內容還是蠻多的啦，所以呢，我們有開了一個體驗課，你先來體驗一下，在體驗課裡面我們會有各種的範例給你看，如果你用技術分析做，跟你不用技術分析做，兩個的區別會在哪裡？那不用技術分析就是我們一般自己，你看你今天要不要買你的感覺上會不會漲？用感覺用感覺去做。但是如果你用技術分析做股票，在這個體驗課你就會有非常的感觸了。哎呀，真的區別太多了哈！而且你也會發現你在以前為什麼會賠錢。因為你都做錯位置，你都做錯方向，甚至於你認為你自己想的是對的，但是實際上卻完全相反。所以呢，開這個體驗課就是讓不管你也已經有在做股票的，甚至於完全沒做過股票的來體驗一下技術分析的威力它到底在哪裡？那為什麼朱老師在技術分析搞了20年，還在用技術分析賺錢？因為我剛剛有講嘛，我現在把這個左邊遮起來，你也不知道在講哪隻股票，但是我搶反彈一樣可以賺到錢。這就是用技術分析的它的威力。還有一個最大的好處了，就是你用技術分析做股票，你買了股票就睡覺，不要擔心明天什麼大漲大跌。因為技術分析裡面有個 SOP， 它有一個操作的這個步驟原則，你就照着這個原則做就好了。是所以希望大家來上我們的體驗課能夠真正的體驗到什麼叫技術分析，技術分析為什麼會讓你賺到錢。對，而且剛剛一開始的時候，朱老師就講到，就是在這個操作股市裡面最想要的就是早知道。對啊，如果早知道的話，對，有錢難買啊。是，謝謝老師。謝謝。